一个不留，追！民国初，军阀混乱，南阳城落入贼寇之手，民不聊生。姨妈逼我给她找药治病，我孤身冒险回到城中。乱兵在城中烧杀抢掠，保护百姓的军队被打散，城中几乎不留活口。情急之下，我就地躲进暗处，却意外发现了一个为了抵抗乱军而重伤的新兵。人呢？这边看看。哦。救救我！神龙血，别心软，要拿不回去，会被姨妈打死的。就你一个，或许你能救更多的人。不许睡，活下来，我给你当媳妇儿。别放弃，听见没有？啊，放心，我在急救站学过急救，不让你死的。民国初，我孤身冒险回到城中，也因此意外与顾君子结姻。顾君子，人家救你是好心，你还真想让人家嫁给你不成？你怎么敢动歪心思？姨妈的药没了，我许姨妈肯定会以药要挟把我卖掉。与其嫁给其他男人，还不如自己选一个。他是爱国救民的军人，长得也好，不如……谢谢你救我。怎么谢？不如以身相许吧。如果你能察它降落。如花似梦。你我什么我？你觉得我儿戏也好，不要脸也罢，今日我是睡定了。你不是也还没有娶妻，我给你当媳妇儿。你若战死，我也给你守寡。记住，我叫顾君子，是你先招惹我的。那时的我并不知道，于战乱中救下顾青子，爱上他，那成为我此生做过最勇敢的事。因为此刻错误，我便再也不是那样的无奈，大胆的沈若曦。不愧是百乐门的头牌啊，身段不次于宫里的娘娘啊！不要过来！还是个疯狂的小辣椒！来，老爷会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娘老爷可……哎呀，你要死啊！顾老爷，你没事吧？小石头，沈若曦信不信我打死你？不准你们欺负母妈！我要报仇出去！我要叫阿爸把你们全杀起来！小石头，你怎么？小石头怎么知道他现在是督军？
不行，6年了，不能让他伤小石头的存在。小石头，不许乱说话啊！你个小野种，你爸打仗早不知道死在哪条道上了，你还指着他当大官，就你们娘俩！你妈，我还是会排乐门唱歌赚钱，我这个钱全都给你，求你了，不要把我嫁给德老爷，他身体残缺，是个变态，我会被他折磨死的。你个死丫头！小石头，德老爷不嫌你是个卖唱的，也不嫌你是个二手货，还许你当九姨太，你还想跑？信不信我弄死你这个小的？小石头，富贵，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你们放了小石头，你帮我求求姨妈，我会好好赚钱的。滚！德老爷的彩礼我早就花完了，你还带着这个拖油瓶，你也不是那个清纯女学生，百乐门你干不成了，最终归宿还不是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。你放心嫁，至于这个小的，我自会给他卖个好地方。小石头，快跑！跑！拦住他！这是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卖掉他的。快跑！我阿爸是杜鹃，我要去城里找阿爸，让阿爸来救我们。妈，那个小杂种跑了。先别管那小的了，这可是个烈性子，你去弄点畜生药喂给他，别败了德老爷的兴。记住，我叫顾君子，是那些招惹我的。是不是要死了？顾君子，顾君子，跟我一起走好吗？如果是为了儿女私情，那我不走。但如果是跟着你一起去打仗救人，这倒是可以。你想跟我一起去打仗？当然，国难当头，岂分男女？我们女子能做的可多着呢，为国效力也有我的一份。我以为你只是胆子大，没想到你志气也这么高。这世上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女子，都想着为国家太平做出贡献，所以若有机会，我愿意跟你并肩同行，共赴国难。无论前路如何，绝不背弃。好，等我伤好了，我就带你一起去打仗，生死与共，绝不背弃。顾君子，对不起，6年前我失言，你在哪？我真的好想你。恭喜督军连战连捷，以后啊，您可就是咱南阳城的天，再也没有人敢侵犯咱的地界喽。我阿爸是大官，上过报纸的，我一定能找到他。督军，好像是个小孩，下去看看，有没有事？你不要命了，在路上随便乱跑。你家大人呢？我是来找阿爸的。你妈说我阿爸是个军官。这孩子不会被撞糊涂了吧？你阿爸是个军官，你怎么穿得破破烂烂的？叔叔，你也穿军装，你认识我阿爸吗？何静，给他钱，走吧。是，督军。哎，阿爸，你就是我阿爸，就是我阿爸。你这个小毛头，这位可是我们的督军，不是你什么阿爸。我阿爸就是督军，督军就是我阿爸。叫毛头，谁叫你这么小就出来讹人呢？说，
是不是你母妈？妈经常对着这个包子哭，我知道，她看到这个人就是我阿爸。你母妈是谁？妈叫沈洛曦。沈洛曦。小毛头，拿了钱赶紧滚！要是再让我看见你骗人，我可揍你啊！何静，走吧。是，督军。阿爸，不要走，救救母妈，救救小石头的母妈。不许开车！啊？那咱还走不走？洛曦，这就是你被请来的阴谋。我倒要看看，这次你又跟我玩什么把戏？走吧。哎，走。妹妹，你醒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好香啊！当过妈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别过来！哎呀，别哭啊，可怜见的，这里有五姨太、七姨太在旁边观礼。你今天第一次伺候老爷，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请教姐姐。我有丈夫，求你放了我吧。妹妹真是说笑了，你的丈夫不就在这里吗？我丈夫是督军，你若敢动我一下，他肯定会杀了你。哦，今天老爷我就是威猛的将军。妹妹，这是你亲表弟给你讨到的好东西，快快喝了，和老爷同堂吧。我的阿爸来救你了，妈！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，让我在明亮里自照耀星河。至少一次飞舞，不会再坎坷，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。我真心拥有过，哪怕短暂快乐。昔日天不怕地不怕的沈小姐，怎么混成这样？不是抛弃本督军，去过好日子了吗？混成这样，看了真叫人怪异。带回去。小石头，督军，咱见义勇为一下得了，人你都打死了，还打算把新娘抢回去啊？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真是小毛头的爹呢。听说洛曦小姐最喜欢有钱的男人，我沈洛曦是个有资本的男人。那打死了她的新婚老爷，得赔他一个不是。他顾君死算什么东西？不巧，本督军府正好有钱有权，洛曦小姐肯定喜欢。都出去，别打扰本帅洞房。不要，你不要这样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什么？你在干嘛？装什么肉弱啊？你以为我跟6年前一样是个毛头小子，那么容易被你骗？你哭什么？比起给个阉人当小老婆，伺候本督军，
不应该高兴才对吗？啊！就这样，他怎么会来？还让你看到我如此不堪的样子？造性！德罗西，我不找你，你就找个地方好好躲起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？我以为是我让小石头去找他，不是的，不是，是什么？不是你让孩子出现在我面前的吗？以前以为我死了，现在看我当上督军了，想母凭子贵。我没有想过。既然这样，我成全你。夫君子，他明显就是在卖惨，他还利用孩子，罪该轻毙。别忘了6年前他怎么对你。督军，人抓到了。既然相遇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你放我下来！别动，再动，我在这里就要了。哇，阿爸，我们家好大呀！当然了，这里可是督军府，整个南阳城都是你阿爸的。这是夫人和小少爷，从今天起，谁敢不敬，严惩不贷。是督军。夫人，还有羞辱我，是应该让我做丫鬟吗？怎么？你也觉得不配？是，好歹是督军夫人，怎么着也要知书达理、优雅端庄才是，我怎么配得上？这云子怎么好？以他的性子，不是该反驳我吗？督军回来了。不是说去接老夫人回来，却接回来个督军夫人，这还带个小的。我还以为这督军府上只会有我一个女人。督军你怎么这样？咱们府上有苏小姐一个还不够，还带个脏兮兮的女人回来。春桃，多嘴。督军做事自有督军的道理，曼丽永远相信督军。原来是我鸠占鹊巢，抢了别人的位置。我说过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永远是督军府的苏小姐，没有人可以威胁你的位置。至于他，不是你可以招惹的，否则就尝尝枪子的味道。督军，人已经抓到了。我还有军务在身，回去几天，等我回来。敢跑，腿给你打断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督军，是你卖的沈洛曦？我是他亲姨妈，这些年他和那个野种都是靠我们娘俩养的。德老爷家大业大，我们可是让他去享福的。敢叫督军的儿子野种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那畜生药是你灌的？不是我，是他，是我妈说的，让沈洛曦听话点，给德老爷助兴。不是我，那可是你亲侄女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瞎了你的狗眼！顾督军在此，竟敢欺负他的妻儿，嫌命长了！怎么可能？督军，饶命啊！督军，把那畜生药
喂到他们嘴里，一个丢牛圈，一个丢猪圈。沈洛曦遭受的折磨，我让他们百倍偿还。督军，督军饶命啊！督军饶命啊！督军。督军，听说那个洛曦小姐在百乐门唱了5、6年了，真是你那心上人啊！下手轻点，我要知道洛曦这6年发生的所有事。行。不是，我是好奇，那个洛曦小姐虽然有几分姿色，但唯唯诺诺，难免有些小家子气。督军杀伐果断，怎么会喜欢个这样的？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6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他。只要你见过那个时候的他，你就会千次万次情不自禁的爱上他。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我得尽快回部队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真羡慕你们能亲赴前线，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坚守自己的信仰。那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前线，给我当个卫生员？怎么，女人就不能拿枪了？哼，你还敢笑我？燕雀越高墙，孰知不可为凤凰。是我说错了，对不起。你说的对，女人也不只是会洗衣做饭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想读书吗？因为这千百年来，世上的女子都被这规训给束缚住了，你不想跟她们一样？没错，若我这双手撕开这封建的布，将自由自爱的新思想双手奉上。女性的力量的确不容小觑。总有一天，女人都会有书读，能正大光明的成为先生、医生、科学家，用不同的方式为国之安宁拼杀，撑起和平兴盛的半边天。对，半边天。看你，我发现你真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子，我已经情不自禁的爱上她。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把你娶回去，爱一辈子。督军，我怎么觉得你还有些念念不忘呢？被甩了6年，还惦记人家呢？哎，别，我的意思是，您和夫人能重逢，那就是天意呀。只要您还喜欢，尽管上。6年，小石头是我的儿子，他居然瞒了我整整6年。好，是您儿子的妈，那就是您老婆，都睡一个被窝了，还不好办？实在不行，你色诱吧。我发现你是真心宽，本督军像是缺女人的吗？身边不缺人，但心里缺不缺，只有督军你自己知道了呗。这2个畜生对洛曦的折磨恐怕不止一次。何静，给我查清楚，我要知道他这6年来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一丝一毫都不要放过。是，督军。小石头，母妈带你去府里转转好不好？好。顾督军都有苏小姐了，怎么突然又来了个夫人？听说是百乐门的头牌，你说怎么来的？谁家督军引个歌女当夫人啊？她配吗？当个姨夫人还差不多。妈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小石头不用听，小石头只需要知道，母马和阿爸都很爱你，以后跟着阿爸要听话，知道吗？我相信能再见你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你身边的位置，换谁摘都不该是我。生下小石头，我不后悔，我把它留给你，也不算欠你什么。督军，夫人的事，查
查到了。要不，您还是别看了，夫人这6年过得太惨了。6年前，夫人的父母双亡，他们将夫人卖去百乐门做歌女。如今，他们又以小少爷的性命为要挟，吸血剥削。长此以往，夫人便没了生气儿。当初与您分开，也是因为她发现自己怀有身孕，怕您知道，就会放弃从军。顾君死这傻子，不会真在城门口等我吧？不过是看他长得帅，享受一下他的身子，还真以为我跟他志趣相投，要陪他上战场。我沈洛曦只跟有资本的男人，他顾君慈算什么东西啊？一个臭打仗的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死外头了。难道还指望他翻身当督军啊？哼！君子，你还有自己的理想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无所顾忌的前行。对不起，我失约了，对不起。何景，回府。6年前，我就是这样，在城门口等了你1天1夜。现在，你又要走。对不起。是他们把你变成这样的，对吗？把人带进来！什么人？放开我！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拿着，杀了他！娘，是表姐。儿子，别怕，他胆子小，这是看着有人给他撑腰，逞逞威风呢。表姐，你现在就只剩我们2个娘家人了。以后督军要是把你玩腻了，你得靠我们撑腰啊！小妮子胆子大了，我斗不过你，还能斗不过那小的吗？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无法无天的沈洛曦到底什么样，到底什么样。走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带走。现在你彻底自由了，再也没人可以束缚你。既然要走，就带小石头一起走。你愿意把小石头给我？我不缺给我生儿子的，倒是你爸，6年前还有在战乱中救人的孤勇，而现在如此弱不禁风，出了督军府这个大门，你确定你能顺利养活小石头吗？既然不走，就好好做你的督军夫人，别传出去说我顾君慈抛妻弃子，败坏我的军纪。君子说的对，若不是我软弱无能，小石头也不会跟着我遭了6年的罪。如今这乱世极大，我必须想办法让自己变强，不能再让小石头跟着我受苦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他还是像以前一样，那么勇敢。看看我们督军这舔狗的模样啊！那个，
你鬼点子多，你帮本督军想想办法，怎么样能够让他心甘情愿的留下来？督军，我觉得以你的条件，最好的办法还是您色诱。哎，你看啊，当初您就是靠美色让他拜倒在您的军装裤下，何不故技重施，小小的拿捏他？竟然让本督军学那些勾揽的做法，滚蛋！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要是能回去唱歌就好。你看够了吗？对不起，你怎么在我的房间啊？这也是我的房间。看惯了他平日打打杀杀的样子，这副打扮还挺好看的。要看，就大大方方看。我浑身上下，你哪一点没有看过？怎么过了6年，像个未经人事的小姑娘？沈罗曦，你胆子呢？你都输了，那是6年前。我又不是没穿衣服，你跑什么啊？你睡吧，我去书房。这招有效，就不让你吃了。小姐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新夫人的情况打听清楚了。她以前在百乐门当歌女。原来是个下贱的歌女，还敢来督军府当夫人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奴婢这就把她以前在百乐门当歌女的事儿给宣扬出去，看她还有没有脸霸着督军不放。对了，再去准备一下，今晚我要单独宴请新夫人。是，小姐。我要让她好好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。这凡事先来后到，督军府的夫人是我，也只能是我。新夫人怎么见了奴婢就跑啊？有事吗？我们小姐给夫人准备了大餐，请夫人前厅一叙。顾君子不在府中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。替我谢过宋小姐好意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哎，在督军府里可没人敢拒绝我家小姐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既然是请，我自然可以拒绝。你，小姐，我不是叫你去请她吗？怎么还没来啊？新夫人说她喜欢清静，就不来凑热闹了。好大的架子啊！再去请，告诉她，她不来，今儿全府都不开晚饭。是小姐。怎么办呀？不敢不然我不知道。他是宣辞的人，看这架势，今日是想羞辱我一番，好叫我认清自己的位置。可是我本来就是个外人，有什么位置？露西姐姐，你可终于来了。你这初来乍到的，督军也没个吩咐，我想总要给你摆个宴，请你吃些好的，好让妹妹我啊尽尽地主之谊。杜小姐，有心了。客人到了，开宴。
这些都是上流社会经常吃的东西。督军平时军务繁忙，家里有什么应酬都是我在打理。不知道姐姐平时喜欢吃什么，所以就挑了些时髦的菜品。这时我乡野出身，配不上君子。姐姐读过书吗？我小进私塾，大进学堂，不光有学识，还有见识。姐姐呢？入读几日，字也认读不懂，只怕现在和君子都说不到一起去了吧。苏小姐和督军真是般配。你和督军也很般配啊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所以啊，苏小姐其实可以不用管我这个地下的，譬如微末，如何能碍得了苏小姐的眼呢？有道理，可我怕有些人喜欢偷别人东西，喜欢妄想。小姐，百乐门的人请来了。姐姐喜欢吗？为了迎接新夫人回府，我可是特意请了百乐门的当家台柱来呢。哦，对了，给姐姐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百乐门最炙手可热的歌女云朵。云朵见过苏小姐，见过夫人。云朵，最近督军府上有些传言，说咱们督军夫人是你们百乐门的人，跟你相熟，这事儿是真是假？此话从何说起啊？来人呐，给云朵倒点水，润润嗓子。顾君子这新欢怎么如此小气？他这是要逼我在督军府亲口承认自己的过往，我想我从此抬不起头。姐姐，你说这人是不是就得分3、6、9等？像云朵这样的歌女，你说好听点叫明星，说的不好听，也是个伺候人的下贱东西。给他。小姐赏你的，还不快喝？慢着。云朵确实是我的旧识，我死前也是百乐门的歌女，甚至在她之前还是百乐门的台柱。红极一时。什么？督军夫人竟然真的是个歌女啊！你不用大惊小怪，我敢说，自然是因为我心中坦荡。笑死！百乐门那种污秽之地，怎么坦荡？敞开，放荡。话说的不要那么难听。我是百乐门的歌女没错，但我堂堂正正靠自己赚钱，不觉得自己脏。小姐，苏小姐，夫人，以和为贵嘛，不如还是让云朵给2位唱首歌。我叫你来是来唱歌的吗？我叫你来是让你好好介绍介绍这位百乐门出来的督军夫人，讲她的桃花艳事，讲她的不堪，讲她的狐媚手段。你讲得好，本小姐大大的赏。你已经羞辱够了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保证，等我找到生计后，我就带着小石头离开，不会影响你的地位的。拜托你，不要为难别人。快讲。好，那我就同苏小姐好好讲一讲我们百乐门的洛西小姐。她是一个最精彩绝艳的奇女子，她卖艺不卖身，歌唱得好，性子也倔。我被几个混蛋为难，她竟急得抄起酒瓶，就要同他们拼命。事了还要同我讲道理。
他们欺负你，你怎么不跑呢？我们做歌女的，本身就是权贵们消遣的玩意儿，哪有那么金贵的？别人可以瞧不起我们，我们却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。别人的炮弹打下来，大家男的女的不都一样？人人平等嘛。我知道了，姐，我以后不会再任人欺负了。有请云朵姑娘上台。到我的歌了。云朵，小冤家这首歌，大家唱的都是靡靡之音。你这样，咱把曲子改得欢快一些，轻松一些。你本来就俏皮，没必要学着别人唱的满腔仇怨的。做你自己，就能发光。我记住了，洛西姐。我没让你讲这些，可我记得的就只有这些。洛西姐，是你教了我们，女子要有自己的光彩。可如今，你却只知道退让。你的光彩呢？是我的光彩。歌女就是歌女，再干净也是卖的。你看，自从你来，督军就没怎么回过府。他就是嫌你脏，识趣点儿，下次我就不会这么客气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，大家吃好喝好。生日快乐，苏小姐！这也太夸张了，过个生日请这么多客人，顾君子还真是豪掷千金只图美人一笑，不张浪费，鱼肉百姓。妈妈，我想吃蛋糕。好，吃吧。哇，好好吃呀！好吃吗？那是谁啊？之前在督军府从未见过他。下人吧？瞧他这穿的，身上就没有一件像样的首饰。我听说督军最近从外面带来了一个小少爷，没准他是小少爷的奶妈呢。不是说要接回个新夫人吗？难道是长得太丑，不敢出来见人了吗？小姐，您听听，就他那个穷酸样，还想跟您争宠夺爱，真是不要脸。哼，就算你当年是百乐门的头牌，又能怎样？表面光鲜，实际一顿饱饭都吃不上，早被搓磨成一个老妈子了。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比？表姐，你可真厉害！今天这个宴会办的真大气。那是，督军府做事可不能让别人看了笑话。表姐，你可得帮妹妹一把呀！听说督军身边也没几个贴心的身边人呢。又是痴心妄想的贱人，有我在，轮得到你？最近啊，总有些人给我添堵，搞得我都没心思给你和督军牵线搭桥了呢。就这么个从乡下来的村妇，也值得你操心。干我的！我要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督军，虽然时间有点紧，但工匠们日夜赶工，总算是齐活了，明天就可以送到府上。好，在陪他找回自己之前，我要慢慢把这些宠爱补给他。赶紧忙完，我们后天回府。后天？对，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我要给他准备一个惊喜。特殊的日子？喂，督军府吗？我是何静，督军今天回府。督军要回来了，太好了！春桃，告诉发廊，今儿下午我要去做头发，迎接我家督军回府。是，小姐。这次督军回来，我一定要抓住机会，和他生日煮成熟饭，把沈墨心那贱人赶出去。小姐，小姐，快看！陈叔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是督军啊，在金店定制的一套纯金首饰，刚刚送过来的。哇，居然是一整套纯金首饰，还是督军定制的。金店人说呀，他们工匠不分昼夜特意赶制，督军吩咐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重要事情？
督军这是记得我的生日，明天要给我隆重庆生呢。春桃，把一整套纯金首饰都送到我房中，发帖子邀请城中名流，明天都来参加我的生日宴。是不是去电督军确认一下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首饰不是给我的，难道是给那个下贱歌女的？苏曼果然是他现在的爱人。妈妈，我还想吃这个。你怎么带的孩子啊？乔乔把我裙子弄什么样了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真对不起，要不一会儿你脱下来，我给你洗一下吧。洗一下？我这条裙子可是手工定做的，你一个下人能拿什么给我洗？连个孩子都管不好，真是没规矩。我不是佣人，再说，孩子也不是故意的。强词夺理！我这件可是高定礼服，花了20块大洋呢，你今天必须赔。我给小姐擦一下吧，一会儿脱下来我给你洗一下。擦什么啊？一个下贱的佣人也配摸我的裙子？滚开！我说了我不是佣人。再说了，佣人就下贱吗？不然呢？你瞧瞧你穿的，连我家厨娘都不如。你要是不是佣人，难道是进督军府偷东西的贼吗？哎呦，这么贵的裙子，怪不得苏小姐如此生气呢。20块大洋，一个下人他赔得起吗？好，这样我赔的话，一会儿督军回来，我自会赔给你。只能先保护君子，借给你洗衣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。好大的口气啊！督军回来给你赔？怎么？你是爬了督军的床了？沈梦溪，你不是要改变你自己吗？强硬一点，突然只会让他觉得你更好欺负。原以为到别人家做客，再不济也会懂些礼数。从刚刚开始，你就一直污言秽语。不懂得尊重主人的话，现在，请你出去。五人，大家都听到了吗？这个蠢东西还敢继承主人？你怎么不说你是督军夫人呢？我就是督军夫人。这些年，多少女人想进督军府，都不应允呐！就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。一个奶妈子都敢自称夫人，还真是够不要脸的。钱你赔不起，还要冒充夫人。看来啊，要我说，今天就把你扒干净，让大家都瞧瞧，你是个什么货色！让开！不过这小孩子不小心脏了你一件衣服，你何至于此？这是在督军府，你就不怕督军回来治你的罪吗？我表姐可是督军府的苏小姐，大家公认的女主人。别说你是冒充的夫人，就算你真是夫人，又奈我何？你觉得督军回来了是会护着我表姐的人，还是护着你这个穷酸货？我看是谁在本小姐的生日宴上闹事啊？表姐，就是她，看看我裙子给弄的。原来今日是你要为难我。哎呀，妹妹，你这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过就是一条裙子，回头我赔给你。他不知道我是谁，苏小姐还不知道吗？你一个下人，怎么跟我表姐说话呢？看来不教训教训你，你是真的不知道规矩。小石头，小兔崽子，你敢咬我！你们两个，一个下贱的佣人，一个来路不明的小野种，我教训教训你们，你们是不知道督军府的规矩。拿来！给我摁住那个大的！我今天一定要教训教训这个小的！不要！
督军回来了。在干什么？他这是气我，扰乱了他心上人的生日会。沈洛曦，你是猪吗？啊！别人巴掌打到你脸上了，你不知道还手？我还了一下的。不够，这里是督军府，是你的地盘，人家在你的地盘上撒野，还辱骂你的儿子，这种人杀了都不为过。更何况，平常你惹我生气，我都舍不得。我就没听说过老虎能被蚂蚱挠了脸，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原来是气我丢了他督军府的脸。夫人，饶命啊！督军，我错了，请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拜佛都找不到真实，自己得罪谁都不知道。夫人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他这是要我亲手处置。去把府里的所有下人都叫来，每人给苏小姐一个巴掌，打得响的，赏一个大洋。前去找苏家药，就说不用感谢督军，帮他们教养女儿，他以后一定懂得怎么尊重人。这种耀武威仪有威仪，不仅出了气，还笼络了督军府一众猛虎。快，按夫人说的做。起来！打我，督军，我错了，别你救救我，是你让我。住嘴！哪儿来的疯女人？谁是你表姐？放开我，督军，我错了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督军，是我的疏忽，以后再不会放这种闹事的人来督军府。还有你们，不过年不过节的来督军府凑什么热闹？是你自作主张给夫人办的接风宴，给他们点钱，派车把他们送回去。督军忘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，是我请他们来热闹的。让他们滚！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！以后再敢来督军府，腿都打断！快走吧！他给苏曼了一个惊喜，走吧。怎么突然不耐烦了？果然，有钱的男人都会变化，跟你们那几天似的，心情不定。都怪这个贱人，败了督军的兴致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带着小石头出来吃东西的。好好的一个宴会，被我……你在胡说什么？这是你自己的家，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。难不成你喜欢这样的宴会？何静，去给各部门发请帖。不，我不喜欢。那你喜欢什么？陈叔，把我给夫人准备的惊喜都拿过来。惊喜？哦，那些首饰啊，都在苏小姐的房间。放她房间干嘛？派人拿过来。督军，那套黄金首饰不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吗？再说了，那么时尚的款式，他天天在家待着带孩子也用不上啊，这你也要跟我抢？这可是督军亲自挑选的款式，找了城中最好的金首饰，让工匠们日夜赶出来，专门送给夫人的。送给我的？快看看，喜欢吗？这是什么报复我的新招数吗？夫人，除了这套金首饰呢，督军还为您和小少爷定制了四季服装100套。阿爸，我也有新衣服吗？当然，你是爸爸的小宝贝，还有更多贵重的礼物要给你。我要和阿爸妈永远在一起。对了，这次督军府的事，都是因为还没有对外公布夫人和小少爷的身份。这样，陈叔，你派人去把老夫人接回来，再补办一场婚礼。顺便，给所有跟督军府关系密切的、有权有势的人都邀请过来。补办婚礼？对。说是只是为了小石头办个家宴即可，为什么要补办婚礼？而不是跟苏小姐？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沈洛曦是我们督军府明媒正娶的夫人。本督军这个意思够清楚了吧？他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？看着不像很高兴。洛曦蒲柳之姿实在配不上督军，还请督军收回成命。说什么？看来那天给这个贱人下马威有用，他果然不敢得罪我。都忘了我说的话了吗？好好当你的督军夫人。督军，既然他这么有自知之明，您不如就成全了他。我成全他？那谁成全我？我不管，就按我说的话做。
真不知道这个贱人给督军下了什么迷魂汤。好，但是我想出去上班，我想回百乐门唱歌赚钱。什么？好，我同意。什么？他是想自己赚钱存钱，不依附于督军府。虽然怕他吃不了硬，带着孩子跑，但是这才是我认识的沈若曦。她在城市变好，像6年前那样。我说的是，我想回百乐门做歌女，唱歌赚钱。我耳朵好得很，子弹从哪里飞来的，我都听得到。你就不怕惹人非议？那夫人既然要唱歌，就好好唱歌，可千万别招什么风，引什么蝶，不然传到本督军的耳朵里面，我定要斩断他们的手脚，碎尸万段。不是，这是一个事儿吗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腹狠？沈洛曦，你竟然勾搭堂堂督军为你争风吃醋！怎么跟夫人说话？不，我不服输，绝不能把督军府夫人的位置拱手相让。你等着，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总之，我的夫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6年，要是连他的眼睛总是这样坚定，这样让人动心。以前我打仗，从来都是为了百姓，为了赢，根本就没有想过当什么督军。但是现在，我很庆幸，我有权有势，为你撑腰。沈洛曦，你想做什么，就勇敢去做。所以今天督军到底为什么送东西？好啊，沈洛曦，你薄情寡义，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是吧？6年前的今天，你流氓！今日机会这么好，一定要把6年前的误会说清楚，让洛曦从那些肮脏的过去中走出来。所以6年前的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？蒋少爷出现的日子。洛曦，你跑什么？你不害臊？我害臊什么？倒是你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就把我给……你别说了。沈洛曦，总算有些生气了。我还以为你要当一辈子没表情的木头娃娃。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看着你，无比的麻木。我有多心疼啊！啊，心疼，不是希望，不是怨恨，是心疼。你，顾君慈在做什么？难道他还爱我？我承认，我有过幻想，幻想与你重新开始，但是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可以和你并肩谈论理想、无所畏惧的沈洛曦。从我们被迫分开的那一刻起，我就配不上你。沈洛曦，这就是你躲着我的原因吗？你可真狠，对自己狠，对我也狠。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陪着小石头平安长大，不再让他受到欺负。那我呢？你不是说过，你现在是督军，你身边不缺女人，不缺给你生孩子的人。所以你到现在还不愿意亲口告诉我真相，我就这么不值得被你信任吗？我所有的不堪，所有难以启齿的过去，他都知道了。对不起。你觉得你很伟大是吧？为了我的前程，独自承担这一切，为了我和小石头，你被人摆布了整整6年，被迫去做歌女。你不用因为愧疚来弥补我。我愧疚什么？是你把我骗走，让我和小石头父子分隔了6年。你让我在最爱你的时候，让我觉得被人给骗了。这6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也无时无刻不在恨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是，他怎么这么湿？这6年，他到底吃了多少苦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我一想到你这6年走来的点点滴滴，我就痛苦的快要发疯了。是洛西，要是小石头他没有找到我，你该怎么办？要是你偷偷又离开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他爱着，那我呢？我可以吗？这6年的征战沙场，突出重围，我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你。史罗西，我求你，不要再给我讲出那些配不配的话了。我就问你一句，现在你还愿不愿意饶了我孤君子？我顾君慈，几年过去了，文姬还是这么没长进。多少稚嫩不过是偶然，多少承诺终归难成全，只盼千万人中能与你相伴。是我亏欠你太多了。你从来不亏欠我什么，相反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已经救过我很多次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重逢，早在你刚当上督军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见过你了。哦，这不是百乐门的洛西小姐吗？裴哥哥，喝一杯。不好意思，我只唱歌，不陪酒。他妈的臭娘们儿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装什么清高啊？唱歌怎么了？我是靠唱歌挣钱，照样清清白白做事。别给脸不要脸，喝！娘们儿还挺烈，带劲儿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还真带劲儿。别动！敢拿枪指我？我还不知道有我不敢拿枪指的人。孤军在此也敢撒野？你就是新上任的督军顾君慈啊！督军饶命！我姑娘的声音很干净，和我曾经的一位故人很像，不应该被这种污浊的地方所污染。走吧。是。那时候，我被姨妈逼着去百乐门，我石头还小，我差点就想一死了之。可是没想到你出现了，没想到你还活着，甚至当了督军。可是我不想扰乱你的生活，我只想在报纸上看看你的消息，想着你意气风发的端着枪杀敌，我想就又有勇气活下去了。原来那时咫尺听我，他竟然独自承受了那么多。我很庆幸，今天的我比你勇敢，跟你说清楚了这些事，不然我还不知道你要胡思乱想到什么时候。君慈，这些年发生了太多事，我身上沾了风尘，临终有了疤痕。我或许再也回不到你曾经喜欢的那个单纯懵懂的自己了。这样的我，你还要吗？片树叶在狂风中翻滚，不知道何时才
舍，同命运相折，而回头发现你真还是一位上天。督军夫人，苏小姐疼得满床打滚，快没气了。真他妈会挑时候！毕竟人命关天，快去看看吧。那你等我。快去吧。对了，我怎么把苏曼丽给忘了？我这算不算第三者？破坏别人的姻缘啊？督军，我好难受啊！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沈若曦，一个小伎俩就能把督军从你床上拉走，跟我斗怎么强？我看你力气大的很，应该没事。督军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我今天迷迷糊糊梦到父亲了，他说要你好好待我，疼我，叫我不要惹你生气。我说过，只要你恪守本分，这督军府永远有你一席之地。既然生病了，就好好休息。陈叔一直是我的随行军医，让他给你治，肯定没事。这么晚了，不用麻烦陈叔了吧？督军，你多陪我说说话就好了。陈叔，赶紧给他治治。他又咳嗽，又浑身瘫软，就像没了骨头似的，倒来倒去。苏小姐。怎么样？还有治吗？脉象稳定，不像是有病。督军，我肯定是刚梦魇，梦到我生病了。不信你看，我出一身汗。装病？好的很，把我当傻子玩。我看你确实有病，以后死了再来救我。走。督军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不想让你碰他。之前3番2次警告过，看来你都忘了。从今天开始，禁足3天，哪儿都不准去。督军，沈洛曦，是你，都是因为你。夫人，我已奉命将老夫人接回来了。督军一早去了驻地，恐怕要过几日才能回来。辛苦了。小石头，快过来。妈，看看这是谁？快，大孙子，快让奶奶抱抱。奶奶，长得真好，与君思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啊。老夫人，叫什么老夫人？叫妈。长得好看又温柔，怪不得君思喜欢你。好孩子，这么多年一个人拉扯小石头，受苦了。母亲，快请坐。坐。大孙子，看看奶奶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。哇，给。死老太婆，原本还指着你来收拾这个贱人，看小的就走不动道了。这老夫人跟我想的倒是不一样，开朗豁达，性情干脆豪放。傻孩子，这趟过来呀，有东西给你。我？当然了，
君慈爹走得早，君慈是我一手拉扯大，最是知道一个女人自己带孩子的滋味。你放心，我不是那恶婆婆，这个世道已经为难你许多了，今后你就多了我这么一个妈疼你了，往后的日子也能过得开怀些。是君慈都跟您说了什么吗？督军写了足足3页纸的信，叮嘱老夫人照顾好你。既然你是君慈的妻子，那么我们顾家的祖传的镯子理应传给你。母亲，这太贵重了。哎呀，还真好看！哈哈，看来你呀，天生就适合做我们顾家的儿媳妇儿。谢谢母亲。老夫人，你这镯子真好看，能给我戴戴试试吗？君慈说他把你当妹妹，这是我们顾家祖传的镯子，只能传给媳妇儿。你呀，戴不得。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回来都是我伺候你，你倒好，镯子偏生不给我，倒是愿意硬塞给那个贱人。感情好是吧？一锅给你们一起炖了。老夫人一路辛苦，我听说您今儿个回来，特意吩咐小厨房给您做了您爱喝的参汤。你有心了。母亲，我来吧。吃死你了！妈，我也想要。好，来。老夫人趁热喝，今儿比平时多加了花旗参，更补身子。妈，好苦啊！确实味道有点苦，比往常涩口一些。可能是新换的参种，老夫人一时喝着有些不习惯吧。可听说这花旗参后味回甘，要不您再多喝2口。这么办完吧，我年纪大了，怕苦。奶奶，母亲，我带着小石头来给您请安。母亲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会看着如此苍白？老四，我浑身发软，想再睡会儿。陈叔，陈叔，怎么了？但说无妨。夫人，老夫人应该有轻微中毒的迹象，应该自食物中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老夫人身体不舒服，特意来看看。陈叔，你是知道的，府中这几日的食物我们都是一起吃的。若说老夫人吃的有何不同，那就是参汤。参汤？是，昨日没喝完，尚有半碗残汤。春桃，老夫人的参汤里竟然有睡魂草。睡魂草？早量服用没有精神，长期服用可以致命啊！这汤是谁炖的？是夫人，我昨天亲眼见她在厨房里往汤里撒白色药粉，说是给老夫人的营养品，原来是毒药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往母亲的参汤里下药？好啊，你沈洛曦，我在府中这么多年都平安无事，你一来老夫人就出事，难道你想毒害长辈，夺权篡位？我没有，你不要无中生有，血口喷人。人正在此，你还敢狡辩？督军不在府中，我就替他处置你这个贱人。陈叔，立刻把他绑了送官。苏曼丽，你只说，你今日是不是要与我过不去了？这又怎么样？我女人不许动我母妈！小贱种，你母妈就要坐牢了，你还以为自己是督军府的小少爷呢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一个歌女被胁迫欺压过多少次，休想欺负我儿子！你敢！你快放开我家小
姐，小姐，我不管你以前在督军府什么地位，现在在这里我说了算。就算我真的有嫌疑，也得等督军回来再给我定罪。妈，我很晕呀。小石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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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小石头。小少爷好像也喝了参汤，小孩子身体不行啊。闭嘴！受不了就让他死。春桃，把沈罗熙这个贱人给我丢出去。春桃，把这个贱女人和那个小贱种的东西都给我丢出去。是小姐。苏小姐，督军马上就回来了，这样不妥呀。小姐，我说丢。小石头，小石头呢？小石头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跟那个死老太婆关在一起，是死是活就不太清楚了。你放了母亲和孩子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你不是喜欢跟我争吗？怎么怂了？这毒是你下的，这老的小的有什么问题，都是你造成的。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？我从未和你争什么。若不是你带着这个小贱种突然出现，这督军府上只会有我一个女人。这些年有多少女人想方设法挤到督军身边，督军看都不会多看一眼，难道是为了我？你别自欺欺人了。若他真的爱你，你早就是督军府的夫人了。你懂什么？那是他在保护我。我督军非亲非故，他却独独把我留在督军府，还让大家都尊我为苏小姐。府中大小事务随我插手，我就是这督军府的女主人。好，夫人的位置我让给你，只要你让陈叔给老夫人和小石头诊治，你怎么样都行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汤是谁熬的，药是谁下的，你心中有数。你就不怕督军回来是你的罪吗？督军如今在城郊的驻军部队呢，如今府中我做主，自然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呀。这可是2条人命。 2条人命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这外面每天出征打仗都要死这么多人，那府上死上2个3个的，有什么打紧？好，你把小石头给我，我这就带着他离开。从此我不再踏足督军府，也不会出现在君慈身边。但你知道他的性子，除非是我故意堵着他，或者你把我杀了，否则，以他现在的势力，他一定会找到我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别动！别动！我给督军下了什么蛊，甚至连配枪都给了你？防小人，不防君子罢了。喝点东西吧。好。想试试？记住，所有能让你拿枪指着的人，都是敌人。对待敌人，不能害怕，更不能心软。你就不怕我拿着它胡作非为？你是督军府的夫人，一把枪算什么？你就知道大炮，我都给你拿来。放心，我只是想要一个能够傍身的东西。总有一天，我们的国家不再需要这个东西，人人都生活安宁，日无烽烟，夜不闭户，就像我们曾经期许的那样。强国先强己，我不想依靠你和督军府。等小石头安稳以后，我还想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。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沈洛熙。
申叔，快去救人！哦，我让你别动。我还以为你只是个软弱无能的歌女，这会计算是人。现在看来，是我小看你了。大家同为女子，我实在不明白，你为何要处处针对我？就因为一个男人？看吧，你根本比不上我，你根本就不爱他。这个苏小姐胆子也太大了，幸好咱在府里留了眼线。杜鹃，你慢点。你错了，我爱顾君思，但即使我为他生儿育女，我也不会为了这段感情去戕害别人。我不会被感情束缚、改变。我们的感情只会让我变得更好，而不是像你这样把自己变得面目可憎。懂什么？只要我嫁给督军，这整个财富权势就都是我的。为了他，我读书上进，变成整个南阳城最金贵、最时髦的小姐，只有我才配得上她。你知道有多少姑娘为了逃出深宅大院，为了摆脱依附男人的命运，一辈子都在和这个世界做抗争？而你读过书，没有束缚，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困在一方宅院，为了一个男人的片刻温存，把自己所有的才智和时间都耗费在争风吃醋上。所以呢，而我才是最爱督军的人，我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。我以前还会误会你们的关系，今日看来，顾君慈绝对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女子。你胡说！这么硬气，无非就是仗着给督军生了个儿子，你信不信？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就算督军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他照样会宠溺我。督军，你总算回来了。督军，这个毒妇不仅给老夫人和小石头的汤里下毒，还要杀我。我没有。沈若曦，你就等着被枪毙吧。陈叔，督军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再不回来的话，发生了什么？老夫人眼下已经没事了，我已经给她服了解毒丸，目前还在昏睡中。小少爷想必也没什么事情，只是不，老夫人的参汤的确有睡魂散，少量服用只是让精神恍惚，可是，一旦服用的剂量达到一定程度，则会致命。幸亏小少爷喝得少，只是短暂的昏睡一会儿。督军，我是证人，我亲眼看见夫人昨天在厨房往汤里撒白色粉末。你是督军府的老人了，应当知道欺骗我的下场。督军，小的真的见了夫人。可有误者？没有。督军，想必沈洛曦是下过毒之后，怕我们发现，提前把物证烧毁了吧？实在是可恶！那依你之见，我该怎么处理好？这么明显的栽赃，督军怎么听信苏小姐一面之词？沈洛曦，还以为督军对你有多么情深意重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如今落到我手里，你完了。督军，府中上下谁人不知您最孝顺老夫人，敢在老夫人的汤里下毒，实在是罪大恶极。这小少爷可是咱府上唯一的根儿啊！他敢戕害小少爷，更要重重处罚才是。说得好，督军，依我之见，就该把他枪毙。来人！来人！你把这个不仁不孝、残害老夫人、杀害小少爷、污蔑我夫人的东西抓起来！督军，弄错了，督军，是沈洛曦这个贱人下的毒，你抓我做什么呀？春桃，我有人证，我有人证啊！督军，小姐说的是真的。你们两个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我不信自己的老婆，信你们两个。我的夫人，就算她给自己下毒，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给老夫人和小少爷下毒，是吧，夫人？你的感觉没错，督军是在虐狗。督
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何静，是。昨天夜里，有人看见春桃往老夫人的汤里撒药，还把纸包丢进了垃圾桶，人证在此，当庭质问。这药粉和毒粉是一致的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现在，你说。这小姐，她给我的白色粉末，说是让老夫人昏迷几天，嫁祸给夫人。杜鹃，是小姐一心想把夫人赶出府，我是一时糊涂，还敢反咬我！好的，为虎作伥，出了事还转脸就出卖主子嗣，这样的人留在府中，难道等着你继续胡作非为吗？何静，是督军，带走。杜鹃，饶命啊！这是苏小哥让我干的，杜鹃。你现在知道怕了？你置他人性命于不顾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知道怕？我在督军府这些年，操持上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如今就算嫉妒夫人又如何？他是有人撑腰的，我没有，我认罪，所以督军处置好了。你又玩什么把戏？把苏小姐关起来，1日3餐送饭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出府一步。我怎么说来着，沈梦溪，我跟你不一样，督军他就算知道真相，也不可能重罚。你说什么？就只是关起来？这是我最后一次纵你，你再忍，休怪我不留情面。听我解释。我去看看老夫人和小石头。洛曦，你这么硬气，无非就是仗着给督军生了个儿子。但是你信不信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就算督军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他照样会宠溺我。沈若曦，你在百乐门见过的多情浪子还少，怎么不指望一个位高权重的督军独爱你一个？为什么要让我变回以前的沈若曦？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沈若曦，如今又让我接受所爱之人，便有所属。夫人，督军有紧急军务，命小的给您送点点心。陈叔，你给我讲一下督军的事吧，我好像还从来不知道他这几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。督军当初也是一个普通的小兵，一生的功勋全靠他南征北战一点点的攒出来的。最严重的一次他被敌人的炮火炸伤，背后血肉模糊，小的抢救了他3天，差点没把他救回来。结果督军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老百姓救出来了没有？当场连同何静、何副官在内10几个大老爷们都哭了。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，从始至终善心未改。最初小的也好奇，像督军这般人怎么能看上夫人这样的？但是与夫人相处的这段时间，小的也看明白了，夫人虽然柔弱，但巾帼不让须眉，内心的见识和胆识我看恐怕没人能比得上。督军爱慕夫人，正如夫人爱慕督军，同心报国，惺惺相惜呀。陈叔此话点醒了洛曦。哎，使不得夫人。这世上的男女相爱，都是建立在2个人都拥有独立优秀的品格。如若被情爱所困，迟早也会像苏曼丽那样失去自我。陈叔，劳烦你给督军带个话，就说我想读书，以后我不回百乐门唱歌的时候，就在家读书。还有读书？对，夫人还说苏曼丽的事，所幸老夫人和小少爷没事，她相信你，自有考量。您说她是不是跟您置气呢？
要不咱们明天回去一趟？不用，他不是跟我置气，他是不想像苏曼丽那样，他想找回曾经的自己。要不你劝劝夫人，百乐门就别去了吧，外头已经有风言风语了。下次再说这种话，就自己去领板子。哟，你大气！夫人给一群男的唱歌，我就不信你不吃醋。也不知道是谁专门派了一队人躲在门外，专门惩治对夫人图谋不轨的。话怎么这么多？还能不能办？哎呀，不能办别办。办。那您和夫人的婚礼还不办啊？办，当然要办，还要大办特办。哦，你去给百乐门送张帖子，把他的好姐妹都邀请过来。够！不愧您才是督军啊！您这是趁机威慑外面那些传闲话的。要不然提拔你当副官呢？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把这个月没处理完的军务都搬进来。不是，这都几点了？今晚不睡了？夫人都知道进步，咱做夫君的可不能落下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共同话题，你懂不懂？督军连夜下的令，说是要给夫人补办婚礼呢。嘘，让库房这位听着，指不定又起什么坏心思。走。为什么？顾君慈，你给他夫人名分也就算了，你还给他操办婚礼，你让我以后在府中如何自处？我想走，我看谁拦得住。大婚是吧？那我就给你们送份大礼。苏小姐，我听说这沈洛溪不仅不念你们的恩情，还要将你们撵出城去，这是不给你们活路啊！可不是嘛！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，我们俩孤苦无依，出了城哪还有命活呢？妈，小姐找我们，怕是有什么吩咐。先说好啊，督军那杀人不眨眼的，我们可惹不起。放心，我找你们是给督军帮忙的。这督军不仅不会处置你，还会给你重赏感激。当真？这6年前，沈洛溪与督军不过是露水情缘。他什么时候怀的种？怀的是谁的种？这谁说得清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一个歌女，在差不多的时候跟别人乱搞，怀了孕，现在见督军得势，就想趁机偷梁换柱，浑水摸鱼。对，那小野种根本就不是督军的种，就是他在外面跟别的野男人生的，我们娘俩都能证明。对，咱们帮督军接了这顶绿帽子，咱就属于大义灭亲呀！这督军得拿出好多钱赏咱们吧？只要能让我们娘俩得点好处，但凭小姐吩咐。听着，我要你们在大婚当日混进府去，当着府上所有宾客的面告诉顾君慈，这沈洛溪早就在乡下跟村里的野男人私会，这小石头根本就不是他的种。督军要是不信怎么办？只要你们一口咬定是你们亲眼所见那贱人与野男人夜间私会，我再在旁边悄悄编故，这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由不得他顾君慈不信。成事的玩意儿，这些是定金，事成之后另有奖励。苏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们就算豁出去这张脸，也把这事办成。多少钱？娘，我觉得这事不成。这回表姐把咱放了，咱要是再得罪她，我怕她弄死咱。那哪是放过咱？他那是让咱们受苦去了。他自己攀了高枝享福去了，让我们娘俩在城外吃糠咽菜，这日子要过你过，老娘我不受这个气。有道理，娘，左右都是死，咱搏一搏。那小贱蹄子也没什么亲人了，被赶出督军府，还不是被我们俩给拿捏？你要什么样的姑娘没有啊？沈洛溪，这次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儿媳妇儿，我的好儿媳妇儿。母亲，您身体才好，慢些坐。嗨，
我这皮糙肉厚的没事儿。听说你要读书，我让老陈上洋学堂淘了好些书回来，都给你。这也太多了。外面还有2箱，都是老夫人亲自去买的。谢谢母亲。我老了，没读过书，帮不上你什么。但我知道我儿子儿媳妇那是有大志向的，你想干啥直接去做，说什么我给你顶着。好儿媳，这次的事让你受委屈了。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心术不正，蛇蝎心肠啊，居然对我这老骨头下了毒手。老实说，我这眼睛就是尺。第一次见他，我就知道他是配不上我儿子的料。这些年任他死缠烂打，老娘我愣是没给他一个好脸。我算是知道君慈那不着调的性格随谁了。君慈这次是有苦衷的，暂时还不能将他赶出府去，少不得还要你多担待点，你小心提防。我才不管他有什么难处，我只知道苏曼丽伤害了无辜，只怪我现在还没有能力，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好，你这儿媳妇儿正合我的胃口，不愧是让我儿子守了6年活寡的女人。母亲虽然没有呵斥我，母亲不觉得我离经叛道，不尊重丈夫吗？什么经什么道，去他妈的！老娘我独自一人把孩子养大，那说什么都有。现在呢，我有个当督军的儿子，谁再敢逼逼刀，直接拉了崩了。哼！我真是越来越喜欢母亲了。母亲也喜欢你。你跟君慈各有立场，我理解他，支持你。夫人，小的还有一事禀报。你说。苏小姐她跑了。这个事儿我也是刚知道。现如今你是督军府的女主人，任由你处置。看来老夫人是真心到了，否则也不会派人盯着苏曼丽将此事报于我。陈叔，是。这些时日你多留心府里的动静，特别是要注意一下，有没有什么生面孔。咱们吃的穿的都要倍加注意。苏曼丽此人心胸狭窄，一定还会再回来的。好的，我明白。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任人宰割的沈诺熙了。不管你还有什么招数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坐以待毙。来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啊！督军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进去了。督军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督军今日大婚，我自是要亲自到场。也许亲眼见了，我就对你死心了。再说，之前的事可是我主动认的错，我是真的已经反省过了。你好自为之。沈诺熙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地方啊！哎呦，你看看这，哎，若曦姐，新婚快乐！云朵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你成婚不欢迎我们百乐门的姐妹，怕给你们丢人啊？你再乱说！好了好了，我今天可是督军亲自下帖请来的客人，你都不知道。姐妹们知道，不是来表演的，而是来做客，有多高兴。以后看谁敢说我们是臭卖唱的。这真是我今天收到最好的惊喜了。夫人，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些什么，你先试试。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让陈叔给你换。那个，你们先聊。天哪，
督军是什么清纯情种，他竟然被你给看脸红了。就冲你这挑男人的眼光，以后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怎么，你的意思是姐还高攀他了？哪有？娶到你可是他的福分。可是洛熙姐，男人最是善变了，更何况是督军这种有权有势的男人，你以后会后悔吗？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什么？这世界不管男女，都要先独立爱起，才有能力爱别人。这也是我为什么重回百乐门的原因。不懂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嫁给他是因为我喜欢他，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和选择。他也是。将来，如果我们不欢而散，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好，没有什么好后悔的。好像懂了。对了，洛熙姐，你姨妈和表弟以前那么对你，你怎么还请他们来赴宴啊？什么？你在哪儿看到他们的？就在刚刚的教堂啊。我知道苏曼丽要耍什么花招。恭喜啊，督军！恭喜恭喜！哦，谁啊？不知道哎。我愿与你并肩同行，共赴国难。无论前路如何，绝不背弃。好，等我伤好了，我就带你一起去打仗，生死与共，绝不背弃。我发现，你是属下最特别的一丝，已经情丝间的爱上。细雨，胭脂泪飘落巷口中，悠悠听风声。现在，我想把你娶回去，爱一辈子。就问你一句，现在的你，愿不愿意饶了我顾君子？我或许再也回不到你曾经喜欢的那个单纯懵懂的自己了。这样的我，你还要吗？如果你能让它降落，能够像它降落天空，如自由。好，恭喜！督军，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，有件事我本不该说，可有件事我思前想后，关系到顾家的血脉和督军您的清誉。我记得你，你是督军夫人的亲戚吧？在这乱说什么？云朵，带小石头回房间休息。来，小石头。又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夫人的亲戚怎么这么寒碜？还在喜宴上闹起来。你们究竟在说些什么？督军，你养在府里那个小石头，根本就名不正言不顺。沈洛熙恩客众多，这孩子根本就不是您的亲骨肉。若真如此，这个沈洛熙实在不配当督军府夫人。听听看，不能只听信这妇人一面之词啊！你们究竟知不知道？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？督军，亲眼所见，我表姐她还没去百乐门，就跟村里的男人勾勾搭搭，她就仗着自己读过2天书，还说这叫思想开放。姐姐怎么这样？你们作为她的娘家人，怎么不拦着点洛熙姐呢？现在说出来，
让督军情何以堪啊！真是我的好姨妈好本地，上次还是我心太软。你们今日是受了何人指使，要在我大婚之日，用如此诛心的谎言来污我清白，毁我孩儿？指使？谁指使？我是你亲姨妈，我只是看不过去你骗督军，我是大义灭亲。大义灭亲？好，我问你，我到底跟村里哪个男人勾搭？又是跟哪些恩客来往？你那么多男人，我哪知道？还不是你空口白牙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正好，督军府权势不大，找这些人的办法还是有，对吧，君慈？对。你们今天必须给我说出几个人名来，把人找来，我亲自审问。完了，这个沈若曦竟敢狐假虎威，就算真对你这个奸夫，他们也没人敢当众承认自己给督军带绿帽啊！说不出来，敢污蔑我们督军夫人，找死！不是我，是苏小姐让我们这么做的。是的。陆曼丽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哎呦，督军动怒了。苏小姐也是，非挑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触霉头。我这小石头根本不是你的孩子，这沈洛曦就是看你发达了，故意骗你。这巴掌打你唆使你堂妹欺辱我，这巴掌是打你给老夫人下毒，差点害了2条人命。这巴掌是打你构陷我，污蔑我儿子。都是你这个贱妇！要不是你突然出现，这督军府只会有我一个女主人。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！苏曼丽，你真是死不悔改！分明是你3心2意，不忠弃义有了我，为何又娶她进来？我为我自己争取，难道有错吗？督军，我有多爱你，你是知道的。督军，我不爱你。从始至终，我跟你强调过很多次，我的心里只有我夫人一个，我跟你连兄妹情都算不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以为他多少算你的红颜知己。不是，你怎么这么想我？从他进府那天起，我就跟他说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供他吃住，但我真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插一句啊，督军，我要是不知道内情，我也觉得你是渣男，处处留情。哎，说实话，我都有点不信夫人愿意嫁给你。你，没错，我是准备成婚后再收拾你。若你再跟旁人有丁点怜香惜玉，我可不敢。督军，你看到了吧？沈洛曦是个妒妇，她竟然敢当众威胁你！我的夫人吃醋，那是她爱我，而你妒忌，那是因为你纯坏。凭什么？我到底哪点不如她？她不过就是一个下贱的歌女，我有学识，有样貌，这6年都是我在陪着你啊！真正有学识的人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。我的确是一个小歌女，但我绝不下贱。我靠我自己唱歌赚钱，给我母妈治病，我还靠这份工作养活了我和小石头。我从未对我做过的事情感到羞耻，真正应该羞耻的，难道不是作恶多端的你吗？没错，最近我还听说你对府里的下人动辄打骂，对我军营里的士兵呼来喝去。我花钱供你读书，你却连最基本的尊重2字都不会写。这么说，督军也是个小族出身，他是不是也看不起督军啊？听说督军的母亲也是个乡下出身，怪不得要下毒，合着连老夫人都看不起。我这就不错了，谁还比谁高贵了？不过我看着新夫人倒是越看越大气。
们懂什么？我父亲可是督军的左右手，他现在在前线给督军拼命呢。沈洛曦算什么东西？他能帮得上督军什么？原来如此，你才产生那些不该有的想法。阮督军告诉我，我与你非亲非故，督军何故要让我入住督军府，还让所有人都尊称我为苏小姐？这么多年，督军府除了我，可一个女人都没进来过。相信我，洛曦，今天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合理的解释。安静。这是我的玉佩，我阿爸出征前，我亲手放在阿爸口袋里的，怎么会？你父亲苏正确实是我最得力的部下，他临终前最放不下的也是你，所以我才让你入主督军府，给你苏小姐的名分，就是想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原来君子他只是忠于一份承诺，而非男女之情。我就说，我选的男人怎么会错？林中，我父亲不是被你派遣到外省了吗？怎么会死了呢？你父亲为了钱出卖督军，督军却看在多年战友情谊的份上，悬了他的体面，怕你难过，叫我们骗对外只宣布说派他去执行重要任务，却不想成了你欺压他人的底气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我父亲不会死的。督军是爱我的，你一定是爱我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顾督军重情重义，抚养老部下的遗孤，却养出个白眼狼，恩将仇报，太不知好歹，实在是自作孽呀！不是这样的，你们都是在胡说八道。我早说过，你的聪明、你的学识、你的勇气都用错地方。你嘲笑我？你凭什么嘲笑我？我父亲就算这样，督军还是会优待我，他和我是有羁绊的。对，督军待我就是不一样的。警察局的人应该来了。警察局？对，早知道你们包藏祸心，便没打算放过你。今日就算没有苏正这出，我也会打算把你们3个送进去。抱歉，要换一种方式，让苏小姐衣食无忧了。洛曦，这都是苏曼丽逼我们的，是他给我们钱，我朱瑶蒙了心。你念在你义母照顾你的份上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姨妈，你口中的照顾，就是把我卖给变态做旧时一看。如今的被逼，就是毁我名节，断我生路吗？我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。长辈，故意把我卖进歌舞厅，我每天在百乐门唱歌，赚的钱一顿饱饭都吃不上。小石头冬天连件新棉袄都没有。上次我心软放过你一次，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宣子说的对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给你们一丝伤害我和小石头的机会。把这2人全部押送至警局。带走。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是沈家唯一的独苗，靠着我传宗接代的，我不能出事啊！国法家规，不容贺死。带走。别逼我动手啊！自己起来，走。什么都不敢，也能来这儿？有我在，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伤害。沈夫人真是不容易，亲子种种，她竟还如此坚韧。大喜的日子，不要因为这1、2个小人坏了督军和夫人的婚礼啊！督军、夫人，苏小姐不见了。还在担心苏曼丽的事呢。我怕她极端乱来，又做伤害督军府的事情。我让你独立，没让你无视我。你的丈夫是个督军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苏曼丽她身无长物，多年来一直依靠督军府生活，在外面她肯定活不下去。我已经知会社会各界，对她发布自首不杀的消息。过不了多久，
他就会自己回到牢里。督军，督军，何静，你最好有天大的事！督军急报，东城有敌袭。什么？怎么样？山匪裹着流民暴乱，已经打了3天了，督军现在还是没有消息啊！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不管是什么大仗，别担心。您快去休息吧，我在这儿等君子。你也是2宿没合眼了，这样下去怎么能撑得住呢？我再等等，有消息我派人叫您。陈叔。终于回来，终于回来了。没事，别怕，小仗。你身上怎么这么凉？你等了我多久？当初你在城门口等我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这么害怕？一次次的等，一次次的失望，猜测各种可能，又害怕最坏的结果。没那么严重，我们这不是好好在一起了吗？我害怕你回不来。好了，别怕啊！你看我，身强力壮。哦哦哦！谢谢你找到我，谢谢你帮我报仇，在我最软弱、最卑微的时候没有放弃我。谢谢你。我要的从来不是你信我，我要你爱我。你不会又要走吧？我真后悔，是我的卑微和软弱，让我们生生分开6年。今生今世，我再也不要与你分开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要是再走，我可就再也不会等你了。回过头，无影踪，期待每种可能。阿爸妈，奶奶说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跟她睡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都多大人了，怎么喝水呛着？这是喝水的事吗？听话不听重点。好啦，这是我的主意，小石头就跟着我睡。你们分离这么久了，也该给我添个小孙女了吧？母亲，太好了，那我以后就有小妹妹了。洛西呀，你来了之后，这个家总算像个家了，那君子脸上的笑都多了。夫人，百乐门的云朵姑娘来找您，说是有急事。云朵，怎么了？你快帮我看看信吧，之前来了好几封，我不识字就没看，这次来得及，我找人看了，可他们都支支吾吾的，说不清楚，我没办法，只能来找你了。好。怎么样，姐？是不是我娘生病了，还是家里没银子了？云朵，你母妈她没了。之前跟你来的信是催你见她最后一面，这一封是让你回去给她操办后事的。你母妈她没等到你。娘不孝，娘对不住你啊，娘。没事没事。都没有娘了。特意让厨房给你开的小灶，感觉你今天一天都没什么精神，饭也没吃几口。怎么，
还在想云朵的事？我今天还听到以前百乐门一个姐妹的消息，她叫彩凤，之前也是红极一时，后来年纪大了就被百乐门赶了出去，因为没有别的本事，最后死在了救济院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只要你觉得对，任何时候都不晚。你知道我想做什么？你想让云朵，甚至彩凤，甚至更多的人，能够掌握一些知识，掌握一技之长，甚至保命。你又猜到了。这下是不是更爱我了？如果云朵识字，就不会错过见他母亲最后一面；如果彩凤能有一门养活自己的手艺，也不会客死他乡，结局凄凉。有时候，我甚至在想，如果不是母妈送我上过几天学，我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坚韧的心性支撑我活下来，更不可能遇到你。这世上苦命的女子太多了。你曾跟我说过，女子虽然势力微弱，但仍能撑起一方天地。尽管现在的局势还不太平，但只要能改变一个女子的命运，就值得我去做。以前一直是我在实现我的抱负，现在也该是时候，该你去实现你自己的理想了。办学堂还是办女子学堂，还要同时开百乐门？是，我想办一个不一样的女子学堂。百乐门我已经买下来了。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。你是怕外面的人说我们闲话？别敢说我们督军府的坏话，我第一个毙了他。来来来，过来。怎么了，妈？你妈我是怕人说吗？我是怕那些流言蜚语伤到洛曦。那嘴上说说不打紧，可一想到后果，我这当长辈的实在是不愿意。他刚过了几天好日子，那别人指责他，你还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吗？我不怕，我要办一个不一样的女子学堂，每天请先生教歌女、舞女，还有更多贫困家庭的女子们，教她们识字、算术，甚至还可以学点缝纫的手艺。对，没错。不管是老人、小孩，还是千金小姐，只要他们愿意来，我们都会教。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这都是些困住女人的枷锁。我想告诉他们，也想告诉所有人，我们女子学文化，长本事，不是为了取悦谁，而是为了无论离开谁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能靠自己的双手，在这乱世中活着，堂堂正正的活着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杨学堂经常说的什么独立吗？对，我们女人容颜会老，靠山会倒，唯有学习知识和长在手上的本事，才是我们安身立命，谁也夺不走的依靠。我看你们是决定好了，来通知我是吧？老陈，把我的家底都拿来。这看什么看呀？这么大的事儿，那不得花钱？攒了几10年了，逃命的钱。母亲，妈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女人活这一世，什么以夫为天，名声贞洁，那都是旧时代的东西。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你要是能帮着更多的女人擦亮眼睛，看清前路，找到自力更生的底气，说不定以后这个国家的女人真的就会不一样了。会的，一点一点的改变，一辈人一辈人的进步，终有一天一定会的。去拿钱去。哎呀，这个时代不一样喽，真好真好。以前我觉得自己的命很苦，但现在有你和母亲，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做了很多的善事，这辈子老天才会对我如此的加赏。那这辈子多做一点，来世还当一家人。大白天的，
干嘛呀？干嘛？当然回屋再造个小小石头。我可不像你这么胆大。谁胆大了？后来我在南阳开办了祈修堂，专门培育女子成才。我和君慈也在南阳度过了人生最安稳、幸福的几年。我知道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也会被卷进历史滚滚洪流中，消失不见。但追求爱与平等的故事，却不会以我们为终点。